I need you to step out of the car, sir. What is that for? Would you hold still, please, sir? 听说过为了塑造变态杀手去参考70年代一张妓院老板的照片吗？科恩兄弟按照这个形象设计了反派齐格标志性的蘑菇头发型，扮演者哈维尔·巴登更是当场抱怨接下来2个月都别想约会了。正是这种对邪恶的反差具象化，让这部2007年改编自文学巨匠麦卡锡同名小说的《老无所依》重新定义了什么是深入骨髓的恐怖。不只看热闹，更要看门道。欢迎来到观影悟道。影片从老警长贝尔的视角开始，他是当地的治安警官，也是片中老无所依这一主题的主要代言人。贝尔的旁白拉开序幕，他常常回忆父辈时代更为有序、道德更为明确的社会，与当下失控的暴力现实形成鲜明对比。低沉的声音诉说着对暴力失控时代的无力感。荒野中，冷血杀手安东·齐格登场，他是一个自己定规矩的变态杀手，此时正在被一名警察拘捕。齐格被押回警局后，趁警察刚打完电话时，用手铐勒死了逮捕他的警察。成功脱身后，齐格以一辆警车代步，并在逃离的路上叫停了一名路人。他用一把屠宰用的高压气枪杀害了这名无辜路人，只为换走这位路人的车子。在德州西部的荒野中，越战老兵卢埃林·莫斯在猎杀羚羊时，偶然发现了一处毒品交易失败的现场，现场有几具尸体，还有整车的毒品。莫斯还在一辆车里发现了一名幸存者，并且不断地讨水喝，但是莫斯并没有给他。莫斯凭借经验注意到远处一棵树的树荫下躺着一个人，他没有立即上前，而是耐心观察，确认没有动静后才谨慎接近，发现人已凉透，旁边还有200万美元现金。经过短暂的思想斗争，莫斯决定将钱带走，希望能改变自己与妻子卡拉吉恩的生活。在他携款离开时，镜头中乌云密布的天空已预示了厄运的降临。关键转折点发生在莫斯拿钱回家的当晚，他因良心不安，深夜带着1桶水重返交易地点，想给那位垂死的幸存者送水。这一善举却成了他噩梦的开始。他的行踪被随后到来的墨西哥贩毒团伙发现，贩毒团伙毫不犹豫地朝他开枪。莫斯在千钧一发之际跃入河中逃生，贩毒团伙还放狗追击，在湍急的河流中紧追不舍。生死瞬间，莫斯爬上岸后迅速装弹上膛，一枪击毙了追来的恶犬，惊险脱身。杀手齐格驱车来到一个偏僻的加油站加油，在结账时，年迈的老板出于习惯与客人友善的闲扯，触动了齐格高度敏感的神经。齐格的表情和语气瞬间变得冰冷且充满压迫感。他拿出一枚硬币，要求老板猜硬币的正反面。老板虽不明所以，但在齐格强大的气场下，只能不安地猜测是正面。在一段令人窒息的沉默和对视后，齐格抬手揭示了硬币果然是正面。此时，老板依然不知道自己刚刚在鬼门关走了一遭。这位变态杀手遵守了他单方面制定的规则，放过了老板。他最后对老板说：“这枚硬币是你的幸运硬币，别放到口袋里跟其他硬币混到一起。”在他看来，老板的生死不过是一场由硬币决定的随机游戏。遗失巨额现金的黑帮老大雇佣了冷血杀手齐格，命他追回钱款。然而在拿到追踪接收器后，齐格却突然开枪射杀了在场的2名黑帮成员。凭借从现场得到的线索，齐格通过莫斯留下的车牌车架号查清了他的身份与住处。随着调查的深入，老警长贝尔与同事抵达了沙漠中的毒品交易现场。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幅残酷的图景：烧毁的车辆、被莫斯遗弃的小皮卡、腐烂的尸体以及被枪杀的死狗。Well, this is just a deal gone wrong, isn't it? Yeah. Well, it's a mess, ain't it, Sheriff? 杀手齐格潜入莫斯家中，从门口堆积的信件里找到了指向他行踪的线索。随后，他从容地从冰箱取出一瓶牛奶，坐在沙发上，冷静地谋划着下一步追杀。而另一边，预感危机的莫斯已抢先一步将妻子送上了返回娘家的大巴。临别时，他安慰妻子，风波很快就会过去，并承诺几天后就联系妻子，甚至提及他可以准备退休了。安置好妻子后，莫斯带着装满现金的箱子，独自踏上了危机四伏的逃亡之路。老警长贝尔一行来到莫斯的住处，通过被破坏的门锁，贝尔判断出他们刚刚错过了那个杀人狂魔齐格。他也坐在沙发上喝着牛奶，
冷静思考下一步的追捕计划。随着三方力量的交锋不断升级，一场残酷的猫鼠游戏在荒野与城镇间展开。莫斯凭借其越战老兵的经验与技能，带着钱箱不断更换汽车旅馆，试图摆脱追踪。他甚至将钱箱藏匿于旅馆房间的通风管道内，与追杀者展开周旋。与此同时，齐格从查获的信件中找到了关键线索：莫斯岳母在奥德赛的住址。当晚，当莫斯乘车返回旅馆时，敏锐地察觉到自己房间的窗帘曾被拉开，危机感促使他当即加钱，要求司机转向下一家旅馆。而正在开车赶往目的地的齐格，其行进方向恰好途经莫斯现在所在的德里奥。在经过一座桥时，他试图举枪射杀桥上的乌鸦，却意外失手。这一枪仿佛某种隐喻，预示着他此次行动的落空。面对先前公路上发现的离奇命案，当地警察感到十分困惑，因为齐格使用的杀牛气枪本身就是很特殊的武器，死者头部有一个清晰的穿孔，现场却找不到任何子弹。这种有违常理的凶杀手法，让办案多年的老警长贝尔既感到费解，又十分恼火。莫斯前往枪械店购买了一把霰弹枪，并加以改装，使其能更方便地藏匿于背包中。随后，他回到藏有现金的旅馆，特意入住了与藏前的138号房间仅一墙之隔的38号房。就在他入住之际，齐格手中的追踪接收器突然响起，信号显示钱就在附近。齐格锁定信号最强的138号房，但他并未贸然行动，而是先开了一间户型相同的房间，冷静地熟悉房间内部结构。接着，他关闭接收器，组装好消音器，悄然进入猎杀状态。与此同时，隔壁的莫斯正用衣架自制钩子，准备从通风管道中取回钱箱。齐格来到138号房，用高压气枪射开门锁，推门开灯便是一阵射击。隔壁的莫斯闻声瞬间警觉，清理完138号房后，齐格并未找到钱箱。凭借敏锐的嗅觉，他注意到头顶通风口的异样，打开后发现钱箱已被移走的拖痕。至此，齐格与近在咫尺的200万美元擦肩而过。莫斯搭了一辆便车离开旅馆，便车司机提醒莫斯，抱着箱子搭便车的行为很危险。由于杀手齐格已彻底失控，甚至反杀雇主老板的手下，丢失巨款的黑帮头目决定另外雇佣一名叫卡尔逊的人接手此事，继续追查那200万美元的下落。卡尔逊与齐格曾有过交集，深知其危险，却仍自信能够抢在齐格之前找到巨款。莫斯逃至边境附近的酒店，入住后特意买通前台，要求有任何新客人入住都必须通知他。在房间中，他反复思索自己为何被精准定位，最终怀疑到钱箱上。他打开箱子仔细检查，果然在一叠钞票中发现了一个追踪发射器。就在这时，门外传来声响，莫斯立即致电前台，却无人接听。他立刻明白杀手已经找上门来。莫斯迅速取出改装过的霰弹枪，关闭房内灯光，静坐于床边，紧盯门缝下的光影。一双脚的阴影悄然出现在门外，他全神戒备，然而那影子并未破门而入，反而悄然退去。紧接着，走廊灯光熄灭，莫斯瞬间失去了对齐格动向的掌握。突然，砰的一声，莫斯随即拿着钱箱翻窗逃离。他折返酒店，意图从后门脱身，却未料到齐格早已预判他的预判。一声枪响，莫斯中弹，虽未致命，却彻底打乱了他的逃亡节奏。就在此时，一辆皮卡车驶来，成了莫斯唯一的生机。莫斯强忍伤痛，拦下车辆，恳求司机带他离开。然而车还没开，司机已被爆头。莫斯硬着头皮顶住飞来的子弹，在副驾操控车辆强行冲出了齐格的火力范围。随后，莫斯故意撞上另一台车，并迅速下车，潜入对面车辆后方，准备伏击。透过车窗玻璃的反光，他清楚看到齐格正步步逼近。齐格走近后，注意到地上莫斯留下的脚印，意识到他仍然活着。就在这一瞬，莫斯突然发起攻击，齐格快速闪避。莫斯没有选择追击，他深知自己既无足够的体力，也无必胜的信念，与齐格纠缠到底。他驱车来到美墨边境站，意识到驾车过于显眼，只得徒步穿越。途中遇到3个年轻人，他用500美元买下了他们的外套和啤酒。等到四周无人，莫斯用尽最后力气将钱箱扔过围栏。那件外套是为了遮掩身上的斑斑血迹，而啤酒则是为了伪装成一个摔伤的酒鬼，以骗过边境安保的检查。第二天清晨，他被一支路过的乐队吵醒，莫斯掏出100美元，恳求乐队主唱帮助，送他去医院。受伤的齐格则来到一家药店外，为了拿到药品，他用一块布条塞入路边一辆汽车的油箱并点燃。巨大的爆炸瞬间吸引了药店内所有人的注意。他趁乱进入药店，成功拿到了所需的医疗用品，用来治疗自己。另一边，同样负伤的莫斯从病床上醒来，发现床对面坐着一位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卡尔逊。
此人并非等闲之辈，他不费吹灰之力便找到了莫斯，并对其底细了如指掌。卡尔逊开门见山地索要那200万美金，而莫斯却早已花光搪塞他。卡尔逊并不动怒，他冷静地向莫斯点明其危险处境，丧心病狂的齐格绝不会罢休，还会前往奥德赛追杀莫斯的妻子。他告诫莫斯，齐格是那种即便拿到钱箱也照样会杀人灭口的角色，而自己才是真正能帮助他解决困境的人。他让莫斯想清楚后去找他，随即离去。这一连串凶残的罪案让老警长贝尔深感无力，他找到莫斯的妻子卡拉，希望他在莫斯联系他时能及时告知。卡拉坚信丈夫坚强无畏，定能独自度过难关，但贝尔清楚地知道莫斯所面对的是何等危险的对手，那些人绝不会放过他。警长将自己的联系方式留给了莫斯妻子卡拉，言语中透出一种不祥的预感。精明老练的卡尔逊沿着边境关口的人行道仔细搜寻，判断莫斯可能藏匿钱箱的地点。他的搜索极有章法，重点观察沿途的立柱周围。他推断一个身负重伤的人要想将沉重的钱箱抛过围栏，必须借助支柱作为发力点。果然，在一片草丛中，他发现了那只静静躺着的钱箱。然而，找到钱箱并不意味着危机的结束。当晚，卡尔逊回到酒店，齐格已如幽灵般在身后悄然接近。Let's go to your room. 两人在房间内对峙。卡尔逊试图与齐格谈判，称自己知道钱箱的下落，提议进行交易。然而，齐格完全掌控着局面，他冷笑着回应 I know something better. What's that? I know what it's going to be. 他告诫卡尔逊，若能认清状况，或许还能死得有尊严些。言语之间，齐格彻底否定了卡尔逊的判断力，并对其行事准则报以轻蔑。就在这时，电话响起。就在铃声回荡的瞬间，齐格毫无征兆地举枪射杀了卡尔逊。电话是莫斯打来的。齐格接起电话，要求莫斯前来见面。他不仅点破莫斯就在隔壁医院，更以寻找莫斯的妻子作为威胁。通话间，卡尔逊的血迹缓缓蔓延至齐格脚下，他优雅地抬脚避开。齐格明确告诉莫斯，他非死不可，但若肯交出钱箱，便可换他妻子活命。身陷绝境的莫斯并未选择屈服，他挂断电话，决心与齐格殊死一搏。第二天，莫斯成功取回钱箱，并通过电话与妻子卡拉约定了在埃尔帕索的沙漠旅馆见面。他要把钱全给妻子，让妻子远走高飞，自己则轻装上阵，准备战斗。齐格再次用高压气枪打开了门锁，但这次他造访的并非猎物，而是他的雇主。他进门毫不犹豫地举枪射击，用一梭子弹彻底清算了这份雇佣关系。原因是因为这个老板质疑他的水平，雇佣他的同时却还雇佣了别人，这对齐格来说是一种羞辱。 Are you going to shoot me? That depends. Do you see me? 莫斯妻子卡拉与母亲一同搭乘出租车前往约定点，却未察觉已被墨西哥黑帮尾随。黑帮成员假意帮忙搬运行李，以套取信息。母亲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无意中透露了见面地点的具体位置。卡拉敏锐地察觉到情况异常，出于不安与警惕，他致电警长贝尔，恳求他尽快找到莫斯，以防不测。齐格在去往埃尔帕索的路上，车子抛锚了，一位善良的当地居民下来帮忙，而他却恩将仇报，拿走了人家的车子。按照他的尿性，估计又用气枪杀害了对方。莫斯提前抵达沙漠旅馆，他在泳池遇到了一位开放的女士，并盛情邀请莫斯一同喝点啤酒，但莫斯表示自己在等妻子。I'll bring your ass just out here. You can stay married. No, ma'am, I know what beer leads to. 老警长贝尔孤身驱车赶往埃尔帕索，还未抵达那家沙漠旁的汽车旅馆，远处便传来了零星的枪声，一辆车匆忙驶离现场，扬尘而去。贝尔急忙停下车赶到旅馆，眼前的惨状让他瞬间意识到自己来迟了。在旅馆门口，他发现莫斯已倒在血泊中。关于莫斯的死因，电影并未明示，也成为了一个争议点。根据镜头语言和情节暗示，之前泳池旁陌生女子与莫斯的互动，还有凶手逃离时不同品牌的汽车，阿布认为杀害莫斯的并非齐格，也并非黑帮成员，而可能是与情感纠纷相关。当地混混他们或许误认为莫斯与泳池边的女子有染，最终在冲突中将他杀害。直到晚上，莫斯妻子卡拉才抵达埃尔帕索。贝尔遗憾地上前迎接，低头脱帽的行为让卡拉悲痛欲绝。在老警长的眼里，莫斯只是一个误闯火拼现场且迷途的普通人。深夜，老警长贝尔独自重返案发现场，门锁上那个圆洞无疑是齐格的杰作。当贝尔俯身靠近门锁时，竟在光亮的锁孔壁反射中瞥见齐格正持枪隐匿于房间角落。贝尔清楚门内的凶手是何等狡诈与残忍，此刻强行对峙无异于以身殉职，但他仍毅然拔出腰间那只老旧的手枪，推门而入，决心履行警长的职责。他小心地跨过莫斯留下的那滩血迹，走向卫生间，按下开关，灯亮了，室内空无一人。更令他困惑的是，除了大门，唯一通向室外的窗户竟从内部锁死。这意味着刚才在门口所见的齐格身影不过是自己高度紧张下产生的幻觉。贝尔瘫坐在床边，一边庆幸自己躲过一劫，
一边又因为再次错过抓住凶手的机会而觉得很无力。然而通风口被拆下的盖板却无声地证明齐格的确来过。心力交瘁的老警长贝尔前去拜访一位早已隐居的前任警官，并向对方透露了自己准备辞职的念头。他因未能阻止齐格的暴行，也未能救下莫斯而深陷自责与沮丧。老前辈用一段意味深长的话点醒他：你总想把失去的东西追回来，但同时你会失去更多。他用一个关于止血带与无法挽回之物的比喻道出某种无奈的真相，有时候接受现实是唯一能做的选择。不久后，卡拉为母亲操办了葬礼，他身心俱疲地回到家中，猛然察觉到屋内的窗户已被打开。他走向卧室，推开门，杀手齐格正如鬼魅般静坐在阴影之中。他这次来是为了兑现自己说过的狠话，他早就警告过莫斯，要是不亲自把钱箱送来，就杀了他的老婆。现在莫斯人是死了，但放过他老婆没这回事。他立的规矩，他必须来执行。在一场极具张力的对话中，卡拉拒绝抛硬币决定自己的命运，坚持硬币不能决定我的生死。 Call it. The coin don't have no say. It's just you. 尽管如此，影片暗示齐格最终还是杀害了他，因为当他离开卡拉家后，检查了自己的鞋底是否沾有血迹。令人意外的是，代表纯粹邪恶的齐格并没有得到传统意义上的惩罚。他在离开卡拉家后遭遇车祸受伤，但成功逃脱了警方追捕。影片通过这一安排打破了观众对恶有恶报的期待，强化了世界的荒诞性与道德虚无。面对无法阻止的暴力与没有抓捕的凶手，贝尔警长深感自己无力维护正义与社会秩序。影片结尾，他向妻子讲述了自己做的2个梦。第一个梦中，他父亲给了他一些钱，但他弄丢了，这象征着他自觉未能继承父辈的优良传统与责任。第2个梦中，他在山路上骑着马，看见父亲拿着牛角火炬骑在前面，在黑暗和寒冷中为他开辟道路。当他以为父亲会继续引领他时，却从梦中醒来。这2个梦境象征着贝尔对过去的怀念和对未来的迷茫。他意识到自己无法像父辈那样为世界带来光明与秩序，最终选择退休，接受这个老无所依的现实。自此，影片结束。老无所依远不只是一部犯罪惊悚片，它通过这一系列事件深刻探讨了多个哲学和社会主题。片名《老无所依》 No Country for Old Men 取自 W.B. 叶芝的诗句，它既指贝尔警长这样秉持传统价值观的老一代人无法适应新兴的无规则的暴力社会，也隐喻了人类面对随机宇宙时的普遍无助。在这个世界里，经验与智慧并不能带来安全或答案。老无所依可被视为一部反西部片，它颠覆了西部片中常见的英雄主义、正义必胜等传统主题，展现了一个没有英雄、没有确定性的世界。莫斯不是传统主角，他聪明但贪婪；贝尔不是拯救世界的英雄，他有心而无力；齐格不是有明确动机的反派，他代表着无目的的罪恶。最终，老无所依揭示的不是善恶的较量，而是一个秩序崩塌，人类再也无法掌控命运的时代。安东·齐格不只是一个杀手，他更像命运本身。他杀人时用的气压枪和决定生死的硬币，就是他信奉的唯一法则。这套法则不讲善恶，只讲偶然。它的存在逼着我们思考：当你熟悉的世界规则完全失效，当生死只靠抛硬币来决定，你赖以生存的理性、勇气与经验还剩下多少价值？莫斯的悲剧始于人性的贪念，从而走向深渊。他自信运用越战老兵的经验，能驾驭风险，每一步都堪称谨慎周密。当他最终为守护妻子而放弃钱财，选择以身为饵与齐格决战时，已完成了从贪念到担当的英雄主义转身。然而命运在此刻展现了最冰冷的讽刺，他并未败于宿敌，却随机地死于一场无关的冲突。这并非叙事漏洞，而是影片的点睛之笔。他所有的理性、勇气与牺牲，在宇宙的无常面前，仅仅证明了人类对自身命运那点可怜掌控力的彻底徒劳。老警长贝尔是这部电影里最让人感到无力的角色，他代表着法律、秩序和过去的经验，想用自己熟悉的那套方法来对付眼前的罪恶，但他面对的是一种全新的、像病毒一样蔓延的邪恶。这种邪恶根本无法用常理去理解。他的退休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旧规则在新生的野蛮面前已经彻底失效了。卡拉是这场男人之间的暴力游戏里最无辜的人，但在最后面对杀手齐格时，他拒绝靠猜硬币来赌命，选择了直视死亡。这一举动是对齐格那套偶然性法则的最终否定。他用自己唯一能做的方式坚守了人最后的尊严，即使无法选择生，也要自己决定如何面对死。本期老无所依解说完毕，你的一键订阅是我们剪片人最后一点理智的来源。